综合日本电视台在6月2号的消息，在2天前，中日两国海警船在敏感海域发生冲突。当时，日本一艘渔船冲绳8206号快速向钓鱼岛方向靠近，在一侧巡逻的中国海警船2502号直接动手，开始靠近拦截，并尝试驱逐。然而，就在此时，跟在身后旁观的日本海警船却突然加速，试图插进中国海警船和日本渔船的中间，阻挠我国海警正常执法，想要让日本渔船进入钓鱼岛。不过，我国海警船因为吨位优势，很快挤开了日本海警船，并成功靠近日本渔船，将其驱离出关键海域。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次的冲突中，有一个细节被外界留意到。当时在冲突发生时，我国一支海军小型编队出现在大隅海峡，该海峡位于日本九州岛以南，是美国为中国设下的第一岛链关键性海域。而且，当时美国人为了给自己向亚太方向自由航行，要求日本人将国际公认的12海里为领海设立成3海里。如今中国舰队如此关键时刻出现在这里，可以说是抵住了日本的命门。如果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想要进一步动作，就必须面对中国舰队的拦截。从这一举措中，也不难看出，我国对于日本近期围绕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有着一份很清晰的防范意识。有观察师指出，日本此次悍然向钓鱼岛动手，透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将会全力将自己变成一把刺向中国的刀。而钓鱼岛问题也不过是日本想要挑起两边事端，甚至引发战火的一个对内借口而已。此前，日本首相菅义伟公然向美国防长低头鞠躬，已经足够说明当前的东京政府已经被美国人驯化。中国想要通过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放缓日本的攻击性行为，已经是行不通的。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份，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就公然以歪曲事实的言论，多次向国内传输中国以不起眼的方式对日本侵略这一观念。而在日本这种上下阶级等级森严的国家里，这种自上而下的观念传输是极为可怕的。也就是说，当前的日本政府正在试图将整个日本国民打造出对华仇视态度，这显然已经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我国不得不警惕这一危险。颇为讽刺的是，国内还有一些东西经常性在为日本洗地。近期更是有一个 NGO 组织公然洗白日本2战731部队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扭曲我国过往历史。可以说，一场以卖国贼和带路党组成的先锋队正在中国的舆论场中四处点火开战。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总体和平的态势下，适时的进行军事演习，对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来说十分有必要。与此同时，通过军演适时的亮剑，能够有效的威慑敌人，从而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日前，据报道介绍称，中国解放军出动16架空军战机编队，在我国的南部海域周边开展相关的演习活动。据悉，这是近些年来我军在南海地区出动战机规模最大的一次巡航，而这背后与当前南部海域的形势分不开。近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加紧了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挑衅力度，这也引得一些观战师预测称，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周边将出现7个航母战斗群，可见形势的危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演也是十分合理。况且中方再三强调，此次战机飞行只是例行飞行训练，且在飞行过程中也是严格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但是这一演习还是被美国拿出来说事。通过美媒的报道，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有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味在。其实这样说的，这不是解放军空军战机第一次接近马来西亚，这似乎是有意挑起中国同马来西亚的冲突。但是我们谁都知道，美国是最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国家。一直以来，美国的军舰军机频繁地对中国进行抵近挑衅，就连一向号称开到哪儿就把战争带到哪儿美军航母，在中国这边挑衅也开始呈现常态化。相关军事观战师表示，按照美军现如今的挑衅思路来看，未来美国航母进出中国南部海域的频次将会达到1年数十次。显然，解放军在自己家门口军演，相较于美国千里迢迢跑过来示威的举动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令人意外的是，这次美军想渲染中国威胁论的阴谋被国际网友当面拆穿。有网友表示，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同其他主权国家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西方想让我们相信，就急于相信中国是贪婪的土地掠夺者，并呼吁亚洲国家应该把西方列强赶出该地区，坐下来谈论解决办法。中国毕竟是唯一的亚洲超级大国，并以其财富和进步造福了整个亚洲以及欧洲。在当前西方媒体普遍对中国不友好的情况下，出现这样清醒理智的言论是十分难得的。而我们也始终相信，随着中国更多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关于中国的正面评价也只会越来越多。说起中美对抗，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美国而言，遏制打压一个正在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早在上个世纪，美国就同苏联展开了一场世纪对决。在美国全方位的打压遏制以下，苏联最终也难逃不了解体的命运。而时间跨度到21世纪，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又再一次故技重施。不过，中国等同于美国之前对付的任何一个国家吗？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美国在遏制中国崛起这件事上显得十分费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接连使出最狠的招式。美国很清楚，只要在中国最敏感、最核心的主权问题上做文章，就能够最大程度地对中国进行打压。日前，美国再次踩上中国红线，宣称要亲自教授台军如何打游击。在此基础上，美军还表示将会考虑部署特种部队。尽管这只是美军口头上的设想，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狂妄言论势必会再次激怒我国。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美国这样的行为都是无法忍受的，更何况是对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的中国而言。可以说，美军现如今的挑衅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所能容忍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选择反击，一场大战就难以避免。值得指出的是，美军对中国的这种美式狂妄，却让自己先慌。美国亚洲协会研究所副主席拉塞尔说出了一个当今美国人最应该认清的一个现实，其表示，在面对美国时，中国越来越自信，并坚信自己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地位的时机已经来临。换句话来说，属于中国的时代已经来临。尤其是在中美战争风险日益高悬的当下，认识到现代化解放军已经今非昔比，显得十分迫切。在海军建设上，我国已经拥有一支新兴的深蓝海军，凭借着中国海军下饺子般的神速，在军舰数量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军；而在海军战力以及总体规模上，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海军，成功跻身世界第2海军行列。与此同时，中国空军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中，不仅各类机型在不断的扩充，一些现代化空战设备也在不断的升级，如机载航空电子以及火控系统等。另外，中国的火箭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存在。一旦发生战事，中国的导弹可以直接重创美国本土。也正是中国军力的发展，使得中国在面对美国挑衅时越来越自信。而美国如果再不认清现实，就一定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沉重代价。美国的所作所为似乎已经让世界开始顿悟，跟他们讲道理是没用的，必须来硬的。一直以来，美国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霸权以及美元霸权，在全世界耀武扬威。也正是因为实力过于强大，他们在很多领域内设定了专属于美国的特权。表面上，他们似乎是在规则以内，但实际上却是频频打擦边球。那么，对付这样的美国，一般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有抓住美国把柄，让其感受到切实的威胁，其才会有所畏惧。日前，伊朗就是这么干的。据美国媒体报道介绍称，日前伊朗的护卫舰以及一艘莫克兰号前线基地舰正在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而这一次航行的最终目的被认为是美国的后院委内瑞拉。对于伊朗的这一举动，美国方面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一直对伊朗的这一行动展开监视。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此番航行将会对美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这从何说起呢？我们知道莫克兰号是一艘经过改装后的油轮，而被改装后的莫克兰号作用相当于美国海军中的远征海上基地。在这个基础上，该艘舰艇也被认为是伊朗海军目前最大的军舰。从卫星图像来看，莫克兰号甲板上携带有7艘高速导弹攻击艇，当然这只是放在甲板上可以看到的。美国担忧这艘军舰很有可能携带其他从图像上看不到的武器装备，例如导弹。而更为重要的是，伊朗此番航行是否真的会委内瑞拉提供武器装备？从美军的担忧来看，我们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所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都是极限施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施压政策，才加速了伊朗同委内瑞拉之间的合作来往。一旦委内瑞拉借助伊朗建立起了对美不对称的作战优势，那么对于美国的威胁是极大的。不同于远在中东的伊朗，部署在委内瑞拉的导弹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这在一向坚持守护本土安全的美国眼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以说，尽管伊朗是否会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援助还不确定，但是可以知道的是，伊朗军舰的此次航行足以令拜登坐不住。可以说，伊朗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做出这样的举动，足以威慑到美军，令其在谈判上有所收敛。当然，很明显，伊朗是在讹诈美国。不得不说，对付美国就得来这样的硬招。而随着伊朗军舰进一步驶向美国后院，留给拜登的时间似乎也不多了。